战工作室与微博平台达成了3条合作原则，引发粉丝圈热烈讨论。据业内人士透露，这3条原则主要涵盖维护正面舆论环境、尊重公共平台规则、鼓励粉丝文明发言。乍一看，这似乎只是简单的规范化合作，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这背后包含着非常深的舆情管理逻辑。肖战的名字这几年几乎从未脱离过热搜，从2019年的顶流之姿，到2020年的舆论风波，再到如今的口碑修复，他和他的团队显然已经意识到，要想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长久立足，必须建立一种既能保护偶像形象，又能约束粉丝言行的平衡机制。与微博平台的这次握手，不仅是一次表态，更是一种防御，防止因言论失控而引发新的危机。有资深粉丝表示，这3条原则的核心其实是星号圈地自首与有序追星星号。它既能让粉丝感受到组织感，也能在出现舆论漩涡时迅速形成统一战线，将负面声音的影响降到最低。在娱乐圈，粉丝的力量既是双刃剑，也是最强大的护盾。肖战的粉丝群体曾因无序化发言而陷入风波，但同样，他们也在一次次危机中学会了自我约束。这一次，工作室与微博的合作被许多粉丝解读为官方在保护他们，也在提醒他们。这种提醒并非冷冰冰的约束，而更像是一种成年化的交流。粉丝不再是盲目为爱发声的小孩，而是懂得何时该出声，何时该沉默的同伴。有人在微博上留言，有时候沉默就是最大的支持。这句话在粉丝圈迅速传播，因为它道出了一个核心真相，在公共舆论场，情绪化的表达可能会被曲解，而有分寸的发声才能真正为偶像争取空间。肖战的粉丝群体如今更像是一个隐形的战队，他们并非每天制造话题，而是在需要的时候精准出击。就在粉丝为3条原则展开讨论的同时，一条关于肖战的消息悄然登上热搜，他将无缘参与新一季的综艺中餐厅。这一消息让一部分观众感到惋惜，但更多的粉丝却轻描淡写的回应，本来无一物。这句话的意思很直接，既然本来就没有确认参加，就谈不上失望或被剥夺。更深层次的含义是，粉丝已经学会了不把偶像的资源变化看得过于个人化，不因一个节目的有无而情绪波动。在快节奏的娱乐产业里，资源更替本就是常态。肖战未能参与中餐厅，也许意味着他将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其他更契合他形象的项目。与其在一个固定综艺中消耗形象，不如选择那些能够长远积累口碑的作品。过去的肖战在面对外界舆论和资源变化时，更多是处于被动状态，不论是风波来袭，还是节目邀约，他往往需要先消化压力，再做出回应。而如今的他，显然已经从被动防御转向了主动选择。无缘中餐厅并不意味着缺少舞台，反而可能是一次有益的战略调整。这个节目虽然有着强大的曝光度，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公众监督压力，一旦表现被过度解读，就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议。肖战和他的团队选择不参加，很可能是权衡利弊后的理性决策。这种主动选择正是一个成熟艺人的标志，不再以曝光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将形象稳固与作品质量放在首位。在顶流竞争激烈的娱乐圈，机会看似无处不在，但真正适合自己的资源却凤毛麟角。肖战这次无缘中餐厅，其实反映出他遵循着一种星号宁缺毋滥星号的法则。这种法则的核心是在面对诱惑时保持克制。一个不合适的节目可能带来一时的热度，但也可能留下长远的隐患。肖战深知，在如今的舆论环境下，一次不当的镜头剪辑，一次被误解的发言，足以成为新的攻击点。因此，他宁愿错过一个大热综艺，也要保证公众面前的每一次出现都能与自己的形象匹配。这种态度既是对事业的负责，也是对粉丝的负责。在当下的娱乐生态里，舆论场不仅是艺人曝光的舞台，
更是一张随时可能收紧的无形之网。对于肖战而言，每一次公共露面，不管是在影视作品还是综艺节目中，都意味着无数双眼睛的放大审视。尤其在经历过一次全网风波之后，这种压力会成几何倍数增加。无缘中餐厅从表面看只是一次缺席，但从心理与舆论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一种主动规避高风险场景的策略。因为中餐厅这类真人秀既有节目本身的商业属性，又带有强烈的人设考验性质，镜头会放大每一次表情变化，每一句临场发言。对曾经遭遇过舆论误解的艺人来说，这种不可控的环境往往充满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如今观众的情绪极易被小细节触发，一个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可能被解读成高冷、不合群，甚至耍大牌。而一旦这样的片段被二次传播，便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塑大众对艺人的印象。肖战与团队选择缺席，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深知形象修复期宁可稳扎稳打，也不要冒险博取一时的热度。对于粉丝来说，本来无一物的回应不只是洒脱那么简单，它其实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的体现。经过过去几年的舆论波动，肖战的粉丝群体已经逐渐学会不把所有外部事件都当作对偶像的敌意或不公。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从冲动到成熟的标志。在早期，粉丝往往会因为一个资源被抢，一个节目没上，而集体陷入情绪化抗议。但现在，更多的声音开始倾向于理性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接受偶像不是万能的这一现实。这种自我调节不仅让粉丝在情感上更平稳，也让外界看到一个更健康的追星群体。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还会反向影响偶像的职业空间。当粉丝不再用激烈的舆论攻击去施压节目组或平台时，反而可能为偶像赢得更多善意。因为在资本与平台的眼中，好合作的艺人加理性的粉丝是一种稀缺且安全的资源组合。虽然肖战无缘中餐厅，但这并不代表他在综艺领域全面退让。业内传闻，他和团队正在评估几档风格完全不同的节目，其中不乏以文化、公益、深度访谈为主的类型。与中餐厅相比，这类节目对人设的冲击较小，更容易塑造一个温和、内涵的公众形象。这种取舍不仅是资源层面的博弈，更是价值观的体现。肖战在过去几年逐渐摆脱纯流量的标签，他的团队深知，要想在娱乐圈长线生存，就必须用一个个契合的作品和节目，累积公众对他的信任感，而不是被短期流量绑架。换句话说，缺席一个综艺不算什么，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下一次出现时，能否让观众感到耳目一新，信服他的成长与转变。如果选择得当，这种暂别反而会成为一次积蓄力量的过程。与微博平台达成3条原则，本质上是一种规则意识的觉醒。长期以来，明星与平台的关系更多是互相利用，明星需要曝光，平台需要流量。但在多次因舆论失控引发的争议之后，双方都意识到，缺乏规则的合作是双输的。对于肖战来说，这种协议既能让工作室在平台运营中有明确边界，也能为粉丝划定安全区。比如在信息发布、话题引导、舆情应对等环节，提前制定应对方案，避免出现因一条措辞不当的微博而引爆全网。在更大的格局下，这种合作模式或许会成为行业的新常态。未来，更多明星与平台之间可能会有这种原则型契约，既保护艺人的形象，也保护平台的公信力。沉默并不代表软弱，在舆论场上，沉默有时反而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表达方式。肖战粉丝在面对无缘中餐厅时，没有掀起骂战，也没有大规模刷屏，而是选择了轻描淡写的一句本来无一物。这种克制的背后，正是力量的体现。